大楚立国30载，羌族屡次进犯边境，萧家八子尽数参军，最终却只剩下萧慎行一人。为了守卫家国，驸马萧慎行再度征战沙场。在那场惨烈的云旧城血战中，他拼死力战，最终与敌军主将同归于尽。然而，当他的魂魄飘回京城的公主府时，看到的却是他的妻子，大楚最尊贵的宋婉月公主，正满心欢喜地准备着二嫁。而她要嫁的对象，正是那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苏廷义。萧慎行看着他亲手倒掉他生前求来的药膳，听着他冷酷地说出最好一世常伴青灯佛前，少来我面前碍眼，他的心彻底凉了。他为他卸下战甲，洗手做羹汤，换来的却是3年的冷眼与羞辱。他战死沙场的消息还没传回，他已经迫不及待要与人和离。萧慎行的魂魄亲眼看着他的大哥萧敬，那个曾经的楚国战神，如今却只能摇着轮椅来到公主府，替死去的弟弟求一份和离书。萧敬字字泣血，诉说着弟弟这3年的如履薄冰，可宋婉月却依旧冷嘲热讽，甚至在萧慎行灵柩回京的那天，依然坚持要举办红红火火的大婚，直到真相被血淋淋地揭开。当年在澜沧关，在那个布满瘴气与野兽的西南密林，舍命救出宋婉月的人根本不是苏廷义，而是那个被他弃若敝履的萧慎行。为了求神佛保佑他的性命，萧慎行曾在这镇国寺的万级台阶上一跪一叩，整整跪了9遍，那是9万个台阶，是以命换命的痴情。当宋婉月在萧慎行的遗物中发现那块定情玉佩，听到住持说出真相时，他那如磐石般的心终于崩塌了。他疯狂地冲向灵堂，亲手挑断了苏廷义的经脉，拔了他的舌头，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他想自刎在萧慎行的灵前陪他而去，却被皇兄宋玄拦下，强行救回。而故事的转折也在此刻发生，萧慎行的残魂并没有去阴曹地府，而是补全了南越国那个痴傻皇子南慈的魂魄。半年后，曾经的萧慎行成了南越最受宠的皇子南慈，他拥有了前世的记忆，却也拥有了全新的被父母亲人宠溺的人生。他在南越重生，明朗恣意，再也不是那个卑微的驸马。因大楚皇帝宋玄身中北疆奇毒，宋婉月不得不放下一身傲气，不远千里来到南越求取药圣南农的医治。在南越的晚宴上，当他再次看到那张与萧慎行一模一样的脸时，他彻底失态了。眼前的南慈像极了5年前那个还未被生活磨平棱角的骁勇将军。宋婉月满心愧疚与希冀，他试探追逐，甚至在遭遇北疆刺客暗杀时，不惜以身挡刀，只为护住这个长得像他的人。他心脏偏了半寸才捡回一条命，苏醒后却只是叮嘱南慈不要自责。而南慈或者说萧慎行，他看着这个曾经冷酷无比的女人如今卑微如泥，心中并无快感，只有看透一切的平淡。他借着萧慎行残魂托梦的由头，让药圣小叔治好了大哥萧敬的断腿，也治好了宋玄的余毒，算是了结了前世最后的牵绊。他告诉宋婉月，死人是说不出原谅的，人死不能复生，所有的弥补在死亡面前都显得那么苍白。苏廷义最终在乞丐窝里疯癫死去，宋婉月也终于明白了自己当年的爱而不自知是多么愚蠢。她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公主，而是一个活在悔恨中的灵魂。当南慈准备启程回南越，打算继续游历大陆时，宋婉月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。她放下了大楚公主的身份，换上了简单的侍女装束，执意要跟在南慈身边当一个护卫。哪怕南慈冷淡的拒绝，哪怕他说楚国没什么值得我回来的，他也只是温顺地守在马车旁。曾经是萧慎行为了守护他而倾尽所有，如今轮到他用余生去偿还那份沉重的深情。马车缓缓驶出盛京，南越王和药圣看着这2个年轻人，无奈又感慨地摇了摇头。南慈坐在车内，看着窗外那个坚毅又疲惫的身影，终究没有再赶他走。前世的恩怨纠葛，在那漫长的山路中渐渐消散。萧慎行已死，南慈方生，而宋婉月的救赎之路才刚刚开始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些错误可以被纠正，但有些伤害永远无法抹平。唯一能做的，便是带着那份刻骨铭心的记忆，在那不为人知的角落里，默默守护着那个早已不再属于自己的人。这不仅仅是一个重生的故事，更是一个关于觉醒与救赎的漫长祭奠。